大家好，我是叶耀宗，我喜欢画画。现在我在画我自己在现场作画，画中还有我自己在画画。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大家会更加的了解我的画画，我画画的过程和思想。现在我要画全世界。我在武汉，这幅就是我现在画的壁画。你看有2幅墙。感觉你们家里的整个凝聚力是非常强的，而全家人今天都出动来支持你。叶耀宗的画风比较传统，但是他在人生和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做出新尝试。从会计师到画家，从画壁画到在帆布上作画。欣赏他的人跨族群，除了本地人，也有海外支持者。他用他的方式让外国人看到新加坡创作的包容性和多元化。Hello， 耀宗，你好。嗨，你好，你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哎，谢谢。你现在是在修复壁画吗？对，我在修复，因为太多人来这边打卡，坐在这些椅子上，所以那些漆啊全部都掉了下来。我每次经过就会看到很多游客在这里拍照，然后会去触摸。其实我以前是学美术的，你介不介意让我来帮你？好，一起来修复。来。画壁画是第一次，对我来说，从来没画过。我没画过壁画，就以前就是画在画纸上，或者木板上。其实画壁画和画在木板或者纸上，对我来讲是没有两样。都是一样，就是媒介的不同。技术都是一样。是，像这个黑色的部分，你会用这个吗？黑色就点一点黑色吧，点一点点就够了。这幅壁画主要是讲些什么内容呢？这幅壁画称为我家牛车水，因为我小时候住在沙河巷，这里是描述了家里头的那个情景。你看，我画了我的外婆在这百纳贝，对，我跟我的哥哥和妹妹在玩飞机棋。所以这是你吗？是，对。我小时候。所以这些景象好像说妹妹、哥哥是看照片画的吗？还是凭记忆画出来的？这一幅呢是从记忆画出来的。这里就是厨房，你看都是很肮脏，很多黑烟的。我们还养了鸡，你看我妈妈在煎年糕，新年了。这真的是你的童年回忆。是。2016年年头，我的愿望是在牛车水画我童年的那个情景。因为那时我已经在长春巴岗那边画了2幅，我就想在牛车水，毕竟是我的童年的那个旧地方，所以我说我要把我的童年画在牛车水。那你记得在牛车水这里总共画了几幅壁画吗？我总共其实画了10幅。10幅。1幅已经刷掉了，9幅还在。那这当中有没有哪一幅你是最喜欢，或者是对你特别有意义的？这幅，就这幅。我对这幅最亲切。我第一幅看到你的壁画，其实是在2016年。16年。中巴鲁。中巴鲁。其实我记得我在网站上看到你的照片。是那个时候就是跟摄制队在那里拍故事。然后看到了你的壁画，很兴奋，大家都在那边打卡。谢谢。那我也发现你的壁画当中经常会出现猫，这幅也不例外。对。喜欢猫吗？还是为什么会经常把猫画进去呢？其实我家里没有养猫的，我画猫呢是因为旧家的时候。我们需要养猫，养猫来抓老鼠。以前的猫会抓老鼠。抓老鼠，是。所以牛车水还有哪一幅画你想带我去看的吗？以前我们看了室内，我们去看户外，我们去巴沙。好。
我们来到了巴沙，当时巴沙都在街上，对，看他们摆摊啊，就是摆在地上而已，有蔬菜啊，有肉啊，有鱼啊，有鸡，还有卖蛇。哦，看楼上，我也把那些窗口啊融入画中。你看人家怎么晒衣服啊，看那个百纳贝，还有晒那些可能的药材。是。虽然刚才你看的都是真人比例的，这里呢我画比较大型的，给那个惊奇感。哦，看那个蔬菜，从楼下买了蔬菜，上楼挂起来，还有鸡也是一样，加了一些想象空间在里面。对。那我在社交媒体上有看到说，这幅画你在画的时候用到那个升降机。是，因为2、3层楼高嘛。这个是你吗？是，这是我跟我外婆，还有你们一些亲朋戚友在里头的。我全家人都在。顺成是我爸爸的名字，梁是我妈妈的姓，是那个掌柜是你妈妈。对，冲茶的是我爸爸了。还有，这是我二姑，我二姑今年98岁了，你看她笑眯眯的。我看到2楼和3楼有倒茶的那个概念。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在印度的一幅壁画也用了像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我在去年画了一幅也是很大型4层楼高的倒那个奶茶。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华人嘛，到印度画他们的文化很多那些印度人觉得很奇怪，一个华人能画出他们的文化。其实除了牛车水，在新加坡小印度也有你的壁画。小印度还有甘榜格兰，还有很多地方，我也画了不同民族的那个风俗啊，还有那文化，不只是华人。那我们看到的牛车水这一系列的壁画都承载着你的童年回忆，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国人其实对于你的壁画还有另外一份情感，就是也承载着集体的回忆，那就是新加坡的历史。是，我在天福宫后墙也画了一幅很长44米的天福宫壁画，就是有描述了新加坡的历史。这幅就是天福宫壁画，我大概在8年前画的，画了10个周末画。很可惜前面停了很多车，那因为今天是星期5，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全景了。可是我认为这些车子停在这里很自然的，因为这是市区嘛。你的画作本来就是要融入环境。对，这是描绘了新加坡早期福建人的故事，就好像看一幅古代的画卷一样，描述了福建人怎么从福建过番来到南洋。然后他们过番后拜妈祖，感谢妈祖安全的把他们送过来南洋。而且我画了他们对新加坡早期的贡献，比如说他们捐钱建南洋大学举行这些婚礼，对，还有这边呢画了新加坡河岸呢，很多那些银行都是福建人。这里还有一个红头巾这个红头巾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些观众来看了之后给我一些反应，他说红头巾那时没有铺砖的。我说我好像有在那些参考书看到有铺砖的红头巾，可是呢我就没有去改了。这幅壁画里面有哪一些元素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才加进去的？很多，比如说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公公。这小女孩是我太太。所以是你太太小时候的样子。我太太小时候和她的爸爸。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岳父，因为我太太7岁的时候，我的岳父就过世了。把太太对父亲的一个思念，她的印象就画进去。对。你之前的壁画主要是描绘你的童年回忆，对。那这幅壁画呢，需要参考新加坡的历史，所以你在要创作之前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位全职的会计师，所以呢，我只能在周末画画，
花了12个周末，其实10个周末，可是因为下雨啊，所以我就延长了，我还要拿假来画。那这幅是44米长，那你的画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是不是也启动你另外一个就是创作 I Paint My Singapore？那个是更长的一幅，而且是在帆布上的画作。对，I Paint My Singapore 是我认为我最重要的一幅作品。华文名就是新绘新加坡，就是新来画的。那幅画的灵感就是来自天福宫壁画，因为天福宫壁画呢是在户外的嘛，你看8年后那个颜色也退了。可是我想把一幅新加坡图画在帆布上呢，可以让更多的观众还有下一代去欣赏。60米长，新加坡早期的历史。那之前你是画壁画，后来呢要画就是一幅60米长的在帆布上的 I Paint My Singapore，所以在呈现方式上它一直有不断的改变，这是你求新求变的一种态度吗？我画的时候，如果每一次都是画一样的方式，我会觉得闷，人家看了也会闷，所以呢，我就把同样的题材或者内容呢放在另一个方式，比如说画在帆布上。或者画在垫板上，垫板就是你 iPad， 对，就是 iPad， 对，是的。所以 iPad 上的画作是会展示出来吗？还是完全就是纯粹你自己的，就是一个构图？首先是作为构图，然后呢看了不错啊，就把它呈现为一幅画。那这些构图现在是收藏在哪里呢？就在我的工作室里，我们去看看吧。好，走吧。你看，这里就是殖民政府时期的那个警察宿舍，你看那个标志吗？我的画室就在里面。你看这里很漂亮哈，是5颜6色的，都是那些涂鸦式的艺术。我也认识很多朋友，都是做这些涂鸦式的。是。感觉非常有艺术气息。那你在这个地方租工作室多久了呢？总共5年。在这里住了3个地方。一共3个地方。对。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2种媒介，一个是笔记型电脑，一个是画纸。对，我就是用这个电板把我的概念画出来了。那我以前其实是学画画的，是6岁开始学画画。6岁，到现在已经大概整10多年没有真的动笔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想要来测试一下，来看一下大家互相眼中的那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好啊，我画你，你画我，我画你。好。很多支持者会给你一些意见，包括一些可能指出你的弱点，甚至给你灵感。对，有没有哪一些灵感是来自支持者的呢？有很多支持者给我很多灵感，其中呢有这位朋友他鼓励我画，好像《清明上河图》类似的那个画卷，可是呢，他劝我画新加坡式的，就是整个故事都是新加坡。我说，真的是好主意。那幅画呢，就是60米长的新绘新加坡，就是 I Paint My Singapore。对，就 I Paint My Singapore。其实我就发现到你有一个特征有一些艺术家很怕人家打扰，就静静在那边在默默的创作，可是你会喜欢和群众互动。是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画家只是自己这样投入的这样画，太寂寞了。我喜欢很多观众围绕着看我很开心。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也更开心。然后它也会影响你画的内容。对，有时候这个题材就是从观众那里取到灵感的。现在呢，我在准备做这个现场画画。今天我的目的是要把这幅画给画完，还有今天来了很多支持我的朋友，我也希望跟他们多交流。现在我在画我自己在现场作画，画中还有我自己在画画，就一层一层的
走入我自己的画中。很多支持我的朋友都来观看。其实我有见过很多朋友，我们就好像一个社区一样，好像一个小的俱乐部一样，很开心。有一些带着水啊，有一些带着食物啊，还有一位老太太，她在家里煮了一罐那些祛湿的水啊，哇，心里真的是太感动了。还有很多小朋友啊，拿着他们的纸啊，还有书本啊来叫我签名，有一些带着他们的母亲啊来看啊，都说啊，我的画带给他们很大的快乐，很感激大家的支持。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我第一间画室，现在已经租出去了。可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多大吧？你不要看它这样小哈。我在这里画了我第一个第二个个人画展的作品。所以当时画了多少幅作品呢？2个个人画展，可能有60多幅、70幅。60多到70幅的画作就在这么一个比较小的画室里面产生，真的不简单。对。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这里的环境的关系吗？那是疫情的时候，我住了这个画室呢，是因为这里我觉得很宁静，很漂亮，一打开窗口就看到这个竹林。它自然有一种让心情宁静的能力，所以呢，我就画得更开心、更快。说回你的支持者，有一位，他也是你的朋友，他对你的影响也相当大。这幅应该是耀宗的画作吧？对呀，是当时他有那个画展，那我们看到了几幅，我们都感到很有趣，但是这个特别吸引我们。这幅应该是叫做中秋夜，对不对？是的，对。那勾起了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对，会回忆小童年的时候。是，它还有那个节日的气氛。对啊，当时候跟妹妹啊、表妹、朋友在外面展灯笼，又可以玩火啊，很好玩，对不对？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耀宗的呢？大概是2015年开始画一些壁画，当然壁画不能买回来，对不对？但是他2020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有这种梦想，说他要有一个展览会。当时候有这种想法，说，如果他将来有个画展呢，可能要买一幅回来。你觉得他的画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觉得他的画出呢是很能够跨国家、跨文化的这种做法，因为也有这个历史性，所以这个创新和历史2个综合起来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它也是这个新加坡的代表性，文化、宗教、节日都在内。那除了本地的群众，其实他的画作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因为不管是什么国家啦，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说，我们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或者是庆祝节日，或者是在喝咖啡聊天，我们大家都能够体会到的。可能包括一些亲情啊，或者是一些快乐啊，对，家人啊，对，很多美好的回忆。耀宗也说过，他曾经被你的一句话启发。是哪一句话呢？我不晓得是不是一句还是几句话。当时候我有跟他商量过的，就是说，现在市场的变化很大，那个艺术方面也是一样，就我们就说这个中间者的这个重点跟以前不一样，所以呢，他在 Instagram 上面已经有很多粉丝了，所以我跟他说，你可能够自己去举办自己的这个展览会，可能不需要以这个画廊合作。这个做法其实不是很平常的，但是我是觉得他有这种能力去做，那他做得到。还有他另外一部分就是自我创新的部分，也是启发于你。不可以说是启发于我，而是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榜样，因为我平常是以这个专业家是帮他们怎么去创新，然后呢，我是觉得他是一个榜样之一，因为他是前20年在这个金融方面做了20多年，然后呢，现在呢就作为这个艺术方面，
看起来是很大的转变，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做好准备，一直去训练，直到时间恰当的时候，然后做到这个转变。所以觉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向他学习的这种做法。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以前租过最大间的画室，因为当时我想到要画 I Paint My Singapore， 它的长度需要60米啊，1楼的位置不够，所以呢，我就决定搬去3楼，就是这里，看多大间，环境挺清幽的。对，你看，外面绿油油的环境很好，是，外面就是市区，最重要的就是起身的时候我要去作画。功能很齐全。那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你接下来其实要进行的是一个 I Paint My World 的一个计划。是，我想画一幅很长的 I Paint My World。我估计有500至600米长，很长。是，那上次的 I Paint My Singapore 新会新加坡才60米。60米，对。因为那时画新加坡而已嘛。现在我要画全世界。我很喜爱旅游，所以我去过好多的地方。我想把我这样多年去过旅游的那个回忆，美好的回忆，也画进这幅画里。我的计划是在1年之中呢，可能3、4个月呢，我就在外国，收集这个资料体验那边的那个文化，他们的生活，那内容才比较丰富嘛。然后呢，回来新加坡。画在帆布上，有机会的话呢，我也希望在外国做一些现场作画。所以在新加坡做和外国作画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呢？其实也第一次呢是去香港，那时是2016年，那时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2015年才画，觉得很开心，感觉当然是很兴奋，因为第一次去外国作画。那个感觉是其实外国人也欣赏我的作品，我觉得很骄傲。之后呢，我也被邀请过去马来西亚、印度法国意大利中国。有没有哪一次是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每一次去我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认识那边新的朋友，比较了解他们的文化。我画的时候通常都是画当地的那个文化，那个风土民情。有时呢，他们也要求我画新加坡，比如说，我第一次去中国南宁的时候，广西南宁的时候，他们要求我画新加坡的情景。法国也是对。我也是画新加坡的情景。在意大利呢，他们就喜欢把意大利跟新加坡的那个情景给混合起来。在印度我画的就是全印度，因为我觉得他们那边的那个文化很浓，他们看的都很喜欢。所以，例如说在印度，你在画壁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我会注意当地的文化，避免画出他们的禁忌而且我会注意当地的环境，比如说在印度夏天的时候是很热的，所以呢打底的时候呢，我把整幅墙画成蓝色，比较凉快。从3楼搬到2楼，这整个过程花了多少时间呢？几个小时而已啦。几个小时，这么简单？很简单，因为东西不多，所以我太太跟我儿子跟我几个小时就把东西搬下来了。到了，就是这里。来，欢迎，这是我现在的工作室。跟刚才比较，这个小很多，小嘛，对不对？好像个储藏室一样就是那个小小的空间。因为现在我很少来，我在这里整个
整年也画了2幅而已，嗯，这就是其中一幅。所以这个是在画什么呢？这一幅其实是画给慈善拍卖的，这是我原料，我的刷子啊，还有一些画作。还有我的猫。这猫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呢？这只猫还有这只呢。啊，这2只猫，通常啊，我做那个现场作画的时候，我也带去让观众一起去合照。哦，还有一些道具，互动的道道具。具是，很多人喜欢这2只猫。好，结束了。好了，结束了。来，我先让你看一下我的成品。我不给你看非常的不好意思，班门弄斧。看得出是什么吗？对，当然是我了。对，这是你。然后这是摄影机，摄影师，摄影师。然后这是灯光，那个灯光。然后接受我东尼5的访问。然后我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地方，可是就意象型的把它放在里头。我太英俊了。你要看吗？好，当然。你看，哇，很棒，很棒，啊，你那个颜色，对，衣服的那个细节都在，也是意象性。对，不过你的意象性美感很高，还有小鸟，想象的小鸟是阳光璀璨，花草树木都很梦幻性的，你看，对，我在上面也填了很多那些泡泡。是，不过画画没有对也没有错，就是喜欢就好，开心就好，开心最好。对，谢谢你，谢谢。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计划吗？会去中国武汉市做壁画。然后之后呢？我回来作画了。那估计应该是10月份左右吗？10月份，对。那我们就10月份见喽。好。也祝你接下来的行程一切顺利。谢谢。Hello， 耀中，你好。嗨，你好。你现在是在武汉嘛，对不对？对，我在武汉汉口里。这幅就是我现在画的壁画，今天是第7天。还需要几天才能完成？可能需要3天吧。这幅壁画的内容是讲些什么的呢？我是想描述100多年前武汉汉口的码头。因为之前也有很多这些楼梯，向着那个汉江还有长江，所以呢就想把这段楼梯还有那个牌坊呢，融入在我的壁画中。我带你去看大戏。其实这汉口里面也有一个戏台，100年前的戏台，让我想起我在牛车水画的那幅越剧大戏台。对，我也记得。这面墙呢，我就画了日常生活，有人去河上挑水上岸呢，可以煮饭啊、洗菜啊。这里呢，你看到几个笼子吗？这是抓鱼的，这里是鱼行。你是有在 IG 上介绍你的就是这次的做画壁画的伙伴嘛？所以一共有几位同仁跟你一起创作这幅壁画呢？让我来介绍一下他们吧。来，过来看看。这位是张老师 ，Hello， 小胡，张老师你好，小胡你好。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没有，画这个内容也是他们的主意，为我准备这个橘皮车啊，颜料啊，小胡最厉害就是帮我调色。我也向老师学习了许多，比如说我在这里第一次用那个喷枪，还有向小胡学怎么调那个颜色。这个交流很开心。好，耀松，谢谢你，也祝你一切顺利。我们2个星期后在新加坡见面。谢谢，再见。
明年呢是我开始画街头壁画的第10周年，所以呢我就打算做一个个人画展。这幅帆布画呢，就是想在这个个人画展里面展出给大家观赏。这幅画的概念就是把我全部在新加坡画的那些街头壁画，点点滴滴画在帆布上。我估计需要7天的时间，7天后回来看。终于画完了。制作单位说叶耀宗已经从武汉回来了，然后开展另外一个项目，我要去了解这是什么项目。耀宗，你好。哎，素华，你好。好大，然后空间也很大。对，这个空间比较大，因为我要画这幅画这样长，所以呢特地来租了。那这幅画有什么特点呢？你猜？我看一下哈，有一些熟悉的细节。哎，这个好像在中巴鲁看过，然后这个好像在小印度看过。哎，在城这个也看过，哎，春联的也看过，牛车水嘛，对不对？我成功了，因为我画这幅画就好像寻宝这样。很多的细节呢，都是能从我的街头壁画中找得到。为什么我要画这幅画呢？因为明年呢是我从2015年开始画第一幅壁画，至今10周年，所以呢，我想做一个个人画展。个人画展呢的内容呢，必须要有壁画嘛，所以呢，我就想到画这一个5米长的画，点点滴滴都有我街头壁画的那些小细节。是啊，我就觉得很熟悉，好像哎顺承茶室，这个是对我看到，然后这个好像是我和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呀，那时你还帮我补修。这个椅子是。还有这个 Daytare 也是在牛车水。这从窗口岭倒茶。哎，这里多了一个 Big Bird。这是在 Bugis 那边画的。好可爱。柯南，对，是榴莲摊。你看这里呢是小印度冈板格南是和平。我有在冈板格南看到类似的这个。还有这只肥猫。对，这猫。然后这里有一只老虎吗？老虎呢是新加坡的最后一只老虎，是在 Rail Mall 那边画的。还有这也是Rail Mall 那边的最后一辆火车。是，所以这是你10周年画展的第一幅画。对。还打算画几幅画？还没决定。OK， 那这一幅画用了多少时间来画？你猜？你回来1个星期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星期。就这个星期。8天。8天就画完了，很快耶。我也觉得很快。我有时候画到2点半，凌晨2点半。画的时候起得劲，所以呢不用休息，不用吃饭，就欲罢不能，一直画。对。灵感来的时候就赶快画。好，来吧，我们来玩个游戏，找榴莲。榴莲。邊度？榴蓮。嗰度有榴蓮。Do you notice this tree has jackfruit, durian, rambutan？所以耀宗在新加坡的壁画你们都看过吗 ？Actually, some I haven't. Okay, what about you? No. Yeah， 大多数我都看过。有没有哪一幅是最喜欢或者是印象深刻的？印象深刻的是那大戏啊，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次看的。你知道你出现在耀宗的壁画里头吗？今年高嗰個今年。今年高嗰個。
那二姑知道吗？杂貨寶啊！杂貨寶。那我知道，其实叶太太也出现过，你知道吗？不知道哦，对，我记得了，在天福宫那一部。对了，小时候你还的。記得？所以那时候有什么心情？蛮激动的，因为那画我身边的是我的父亲，然后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好像有点隔着时空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在决定画你和你父亲的时候，他有跟你商量吗？没有，他没有跟我讲，我是后来才知道。So, which is your favorite murals among all his works? I'm not sure about street murals. On my 18th birthday, I requested a camping scene with mountains because that's what I love, and then it's like a very special Painting. customized painting. It's just a small one. He drew for me my soft toy Chachi, the penguin. That's your favorite. Yeah, I guess so. Oh, okay. 所以孩子或家人平时怎么样帮助你？最支持我当然是我太太了，在背后支持我。其实她不喜欢在公众亮相的，可是呢，今天特别，我孩子们也是不喜欢。非常谢谢你们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I think I read from somewhere that they helped you in your first mural. So let's right. Yeah, you help me scrub the wall, wash and scrub the wall, and then you painted the squares in red. And you help him in other ways, I heard. I help you proofread sometimes. 我的华语不好，就是我英语也是不好。She proofread for me, and my son helps me with capturing the murals in photograph, the documentation. 所以包括妈妈，其实从小也知道耀宗就喜欢画画。对，我的孩子这样我很骄傲了。如果爸爸在的时候更好啊，爸爸在的更好啊。我爸爸没有看过我画画，就是画，就是壁画。但是年轻人呢，你们看到这些有什么感觉呢 ？Old times Singapore. I think because I've never seen all these in my lifetime. To me, it's quite educational. So when my dad tells us the stories behind each scene, it's very new to me. Can you relate to them? But it's just stories, right? None of them I've ever seen, I think. 但是我发现你的支持者当中有很多是也挺年轻的。对，如果是年轻人喜欢我的壁画，通常他们是喜欢那个文化的内容，还有喜欢去打卡。是的。所以对于耀宗当初就决定就全职投入画壁画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好像有点顺其自然。因为那时孩子毕竟也都已经长大了，我觉得责任也差不多七七八八了，所以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通常很多人都会说是我支持他，不过我觉得我们家4口都是彼此支持的，好像我们各有各的兴趣，所以大家都彼此在支持。And I think it wasn't a sudden transition into a full-time artist. It was quite gradual. So it was cool to see him do the first few murals and slowly ease into it. Yeah. 叶太太有没有在耀宗在画壁画的时候发现他一些比较有趣的习惯？就是他老是穿着同样一件衣服，然后几个礼拜都穿着同样一件衣服去画画。然后我问他会不会有人以为你没有换衣服？其实是每次他画完了当天洗，然后第2天干净了再穿。哦，当天洗，第2天就穿了。对，就是那件衣服。蓝色的，对不对？我也有发现，就每次就是蓝色的那件衣服，你不用去想，安脏了吗？不用想，就再弄脏另一件衣服嘛。这是很实际的，对，一个心态，务實。送大氣。然後這是什麼？雜貨店賣鹹魚賣嗰啲嘢，呢個整嗰啲武士嗰啲嗰啲釘嘅。Can you find my first mural? I saw it. Yeah. The Amma. At that time you were in secondary school. Yeah, I was sitting next to you painting and studying. 所以感觉你们家里的就是整个凝聚力是非常强的，他们真的是默默的在支持你。
真的是谢谢。然后全家人今天都出动来支持你。1、2、3，1、2、3 ，OK。你现在的生活是你以前一直想要的吗？我小时候，或者到几年前我做工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画家。我能当画家，我是觉得，因为我很幸运，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我家人也很支持，尤其是我太太。所以我现在当了画家呢，能够做我喜欢做的事，我的画也卖得出。我控制得了我自己的时间，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画家。我参与过这样多节目呢，这个节目的长度是最长的，而且拍摄的过程呢也是最长的，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在这个节目分享的那个内容呢也是最多的，包括我画画的过程呢，我的构思的思想。而且呢，我还介绍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对我来讲呢，这个节目最大的挑战性呢，就是要讲华语，因为我在家里通常是没有讲华语的，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压力是很大。虽然拍摄的时间长，而且要讲华语，所以受到很大的压力。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呢跟大家分享我人生的经历。我希望呢，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会更了解我的画画，更喜欢我的画画。叶耀宗的壁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互动性强。路过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想要和他拍照，并且成为画的一部分。或许我也画画，也创作，所以能够明白作品受到肯定，给人带来开心的那种喜悦。叶耀宗的壁画所描绘的一些生活细节，我成长时也经历过。所以能够引起我的共鸣，也难怪有人称他为国民画家，把多代人的集体回忆都画进壁画里。他是在10年前开始画壁画的，从兴趣转为全职，还放弃了会计师的专业。画壁画必须在大太阳下爬高爬低的，很耗体力，和会计师的工作截然不同。还有，他告诉我这是一个中文节目，所以要完全以华语来表达，这让我感到很敬佩，因为毕竟他平时的惯用语言是英语。当他遇到一些词汇没有办法表达而必须停顿的时候，他不断地道歉，说怕拖慢了我们的拍摄进度。I'm trying to think in Mandarin now. Okay, maybe I say again. 不好意思，没事。今天是学习华语。我能够深刻体会到他的真诚和坚持。你觉得我画的怎么样啊？像不像啊？画得很好，因为我就感觉把长江边上一些事情都画出来了。Just now someone asked me to draw a cat looking back, right? Yeah. 所以在新加坡的时候，他画壁画，你有时候会下去支持他吗？还是去看一看？早期会，后来真的太晒太阳。就每次他在现场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心情吗？感受他的爱。